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阚老师。今天我们来深入的探讨一个自古以来无数先贤圣哲都极力推崇的法门——打坐。您可能听过打坐能让人静心，能让身体健康，但您知道吗？当打坐真正深入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可以称之为可怕的体验。这里说的可怕，您千万不要误会，它不是恐怖，不是惊吓，而是一种足以颠覆您几十年人生观的巨大震撼。当您有机会，哪怕是短暂的进入到老祖宗所说的那种虚静状态时，您会亲身体证到一股源源不绝来自宇宙本源的能量开始涌入您的生命。您会第一次发现，原来生命可以是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光景。这不是玄学，更不是迷信，而是我们每个人身心之中都潜藏着的一个巨大宝藏。今天我就试着从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为各位揭开这个宝藏的地图。在分享具体的方法之前，我想先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这个地图做一个印证。其实我也是从一个彻底的怀疑者一步步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生命在于运动，要我傻呆呆地坐在那里简直是浪费时间。但人到中年，身体这部用了几十年的机器开始频繁地发出警讯。我的状态用中医的理论来讲，是典型的心肾不交。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身体的五行对应里，心属火，位居于上，像天上的太阳；肾属水，位居于下，像地上的海洋。一个健康的生命体应该是水火既济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上焦的心火要能降下来，去温暖下焦的肾水，让生命之水不至于过于寒凉；在下焦的肾水要能蒸腾上去，去滋润上焦的心火，让生命之火不至于过于亢烈。如此水火交融，阴阳平衡，身体自然安泰。可当时的我呢，恰恰相反，是水火未济。上半身总是一团火，肝火旺盛，心烦气躁，稍微有点压力，嘴巴鼻腔就反复的溃疡发炎。但与此同时，我的下半身，特别是双腿和脚掌，却是常年冰冷，好像气血的阳光根本就照不进这片寒冷的区域。这种上热下寒的格局，说明我身体中焦的气机是淤堵的，成了一道堤坝，阻碍了水火的正常交流。这种身体上的失衡，直接投射到了我的精神层面。那段时间我失眠得非常厉害，一躺到床上，大脑就如同开了闸的洪水，各种念头忧虑纷至沓来，根本无法控制。越是想让自己静下来，念头就越是汹涌。这就是典型的心火炎上，火气都飘在上面，自然无法入眠。这种身心的双重煎熬，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品质如果失去了内在的平衡，是多么的脆弱和痛苦。也正是在这个人生最困顿的时期，我才放下成见，开始真正的去学习、去实践打坐。这个过程就像是重新学习如何与自己的身心相处。刚开始腿麻、腰酸、心乱，各种障碍接踵而至，好几次都想放弃。但我告诉自己，就当是做一个实验，给老祖宗的智慧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很奇妙的，当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质变就发生了。大概过了100日筑基的阶段，我最先感受到的变化是睡眠。我开始能睡得安稳了，不再整晚乱梦纷纭。有时候哪怕只睡了4-5个小时，但醒来后却觉得神清气爽，头脑清晰。我才真正明白，睡眠的关键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深度与品质。当心神能够真正的安顿下来，哪怕是短暂的休息，也足以让生命重新充满能量。接着我发现身体上热下寒的状况也开始悄然改变。盘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开始从我的腰部慢慢的向双腿双脚流淌，脚底板开始有了温度。与此同时，上半身的燥热感也减轻了，这说明中间那道淤堵的堤坝正在被一点点的融化疏通，水终于可以上行，火也终于能够下济了。这个亲身的转变，让我对打坐这门功夫升起了无比的信心和敬畏。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套极其精准务实的身心工程学。它教导我们如何通过调整外在的姿势和呼吸，来启动内在的气机，最终达到身心的和谐与平衡。接下来我就将这套工程学的蓝图，也就是传统所说的
调身、调息、调心这3大步骤，详细的为各位解说。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叫做调身，就是调整我们的身体姿势。行不正则气不顺，气不顺则意不宁。一个正确稳固的姿势是身心安定的基石。在所有传承中最受推崇的就是7支做法，这7个要点就像撑起我们身体这座圣殿的7根梁柱，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第一支是足姿，也就是双腿的姿势，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足位置坐，也就是双盘，其次是单盘，再次是散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或者初学者来说，千万不要因为追求标准姿势而让身体过于紧张，疼痛，身体的疼痛会直接干扰心念的安静。所以从您觉得最舒适的散盘开始，甚至您可以就端身正坐在椅子上，双脚平稳地踩在地面上，也是完全可以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能让您长时间保持不动、保持稳定的姿势。第2支是脊姿，我们的脊梁骨、脊柱是我们人体的中轴，也是督脉运行的主干道，更是道家所说的天梯。打坐时，脊柱一定要保持自然中正，不偏不倚。您可以想象，您的脊椎骨就像一串叠起来的铜钱，节节松开，垂直于地面。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小诀窍，就是想象您的头顶有一根无形的线，轻轻地把您往上提吊着，这样您的脊柱自然就直了。第3支是手姿，也就是双手的摆放。传统上我们是结法界定印，也就是将右手掌心向上，轻轻地叠放在左手掌心上，2只手的大拇指指尖轻轻地互相触碰，形成一个圆形，然后将这个手印自然地放在我们的小腹前、肚脐下方的位置。这个手印非常有讲究，在我们中医经络学里，手上有6条经络，双手相叠，阴阳经络交合，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气机迅速地归于沉静安宁。第4支是肩姿，2个肩膀要彻底的放松，并且微微的向后张开，让我们的胸腔能够自然的打开，千万不要含胸驼背，也不要耸着肩。肩膀一紧张，我们上焦的气就堵住了，人就容易觉得胸闷、心浮气躁。您可以试着将双肩向上耸起，然后再用力的向后、向下沉下去，多做几次，找到那种彻底放松的感觉。第5支是头姿，我们的头颈要保持正直，下巴要微微的向内收。注意，是微收，不是低头。当您下巴微收的时候，会感觉到后颈的肌肉有轻微的拉伸感。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的颈椎保持在最健康、最放松的自然曲度上，同时也更有利于督脉的气顺畅地通过玉枕关这个重要的关窍上达头部。第6支是舌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秘诀。我们要将舌尖轻轻的、自然的抵住我们的上颚，也就是上排牙齿后面的那个硬腭和软腭交界的地方。这个动作在道家的修炼中称之为搭鹊桥。我们的身体前面有一条任脉属阴，后面有一条督脉属阳，任督二脉本来在口腔处是断开的。当我们舌抵上颚时，就好像在牛郎织女之间搭起了一座鹊桥，将这2条最重要的经脉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生不息的能量循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周天的基础。同时您会发现，当您这样做的时候，嘴里的口水，也就是古人说的金津玉液，会源源不断地分泌出来。这可不是普通的口水，它是我们圣水蒸腾所化的生命精华，将它分小口缓缓地咽下，对于滋养五脏、延年益寿有着不可思议的功效。第7支是眼姿，眼睛要垂帘，也就是微微地睁开一条缝，大概是3分开7分闭，目光似看非看地，投向自己鼻尖前方大概1公尺左右的地面上，
为什么不全闭上呢？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眼睛一全闭，失去了跟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就很容易陷入昏沉睡眠的状态。为什么不全睁开呢？因为全睁开又容易被外在的景象干扰，心随境转，所以这种垂帘的状态是最能让我们的神既不向外持求，又不向内昏沉，保持一种清明安定的中道。这7支做法是我们祖先千百年来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您把这7点都做到了，不用刻意去求，您的身体自然就会进入一种松而不懈、紧而不僵的最佳状态。这就是调身的功夫。如果您觉得这些方法对您有帮助，不妨现在就试着调整一下您的坐姿，感受一下脊柱正直、舌底上颚的感觉，并在下方的留言区打上身心安泰。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古老智慧的加持。好，当我们的身体这座宫殿已经建构的四平八稳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第2步，调息，也就是调整我们的呼吸。如果说身体是殿堂，那么呼吸就是这座殿堂里的生命能量流，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用的都是非常浅短的胸式呼吸，气息只到达了我们的胸腔上部，就匆匆的被呼出去了。这种呼吸方式效率极低，就像蜻蜓点水，无法真正的滋养我们的生命。打坐时，我们要练习的是腹式呼吸，也叫做丹田呼吸。我们要将呼吸的深度从胸腔下沉到我们的小腹丹田。您可以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您的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挺胸，而是要感觉到这口气像一个温柔的气球，一直被送到了您的小腹深处。您的手掌会感觉到小腹自然的微微的鼓胀起来，然后再用鼻子或嘴巴缓慢的、悠长的、均匀的将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小腹部这个气球自然的向内收缩，把身体里的浊气彻底的排空。老子在《道德经》里讲过一句治国的原则，但用在养生上却是无上的心法。他说：“虚其心，实其腹。”这句话真是道尽了养生的天机。我们现代人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实其心，虚其腹。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被各种知识、资讯、焦虑、欲望塞得满满的，是实的。而我们的小腹丹田，这个我们生命的能量中心，我们生命的根，却是空虚无力、寒冷的。练习腹式呼吸的过程，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它就是要把我们常年盘踞在头脑里的那些过度的能量，也就是我们说的火气，通过深长的呼吸，慢慢的引导回我们生命的大本营丹田。当您的小腹丹田通过持续的练习变得越来越充实、温暖、饱满时，您会发现您的头脑自然就会变得清明、虚静、安宁。这就是实其腹而虚其心的道理。所以每次上座之后，您可以先做3到5次这样彻底的深呼吸，把一天积累下来的疲惫和浊气都随着呼气排出体外，然后就回到自然的腹式呼吸。不要去刻意的控制它、计算它，那样反而会让心更紧张。您要做的只是温柔的、专注的去觉察它，觉察着气息的进入，觉察着小腹的鼓起，觉察着气息的呼出，觉察着小腹的收缩。您的整个心就安安静静的安住在这一呼一吸的单纯的韵律之中，这就是调息的功夫。当我们的身体安稳了，呼吸也调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核心也是最精微的一步，那就是调心。我们的心念就像一只永不疲倦的猴子，上一秒还在想着过去的懊悔，下一秒又跳到了对未来的担忧，从来不肯安静地待在当下。我们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痛苦和烦恼，都源自于这颗不受驾驭、四处攀援的心。那么，要如何调心呢？对于初学者，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调息和调心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观息法或者随息法。
也就是说，您把您全部的注意力都轻轻的、温柔的放在您的呼吸上。当您吸气的时候，您的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正在吸气。当您呼气的时候，您的心里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正在呼气。就这么简单，您的整个心念就像一个忠实的守门人，不偏不倚的守在您鼻孔的门口，只是单纯的观察着呼吸这个气流的进出。吸气长，您知道它长；呼气短，您知道它短，不加任何的分析、判断或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杂念是100%会跑出来的，这非常正常。您千万不要因此而气馁或自责。我们的念头就像瀑布的水流，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您可能会忽然想到晚饭要吃什么，或者忽然忆起某个人说过的一句让您不舒服的话，这些念头会像不速之客一样闯进您的心房。这时候最关键的心法来了，您要做的既不是奋力的把它们推出去，因为您越是抗拒，它们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也不是任由它们牵着您的鼻子走，跟着念头去编故事。您要做的是成为一个慈悲的旁观者。您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蔚蓝的天空，而那些念头、情绪就像是天空中飘过的一朵一朵的白云。云来了，您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来；云走了，您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它走。无论来的是乌云还是白云，天空本身从来不会被云所沾染，也从来不会因为云的来去而有所增减。您的真心就像这片天空。所以当您发现哎呀，我走神了，刚刚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觉察的瞬间。您要做的不是懊恼，而是要在心里对自己温和的笑一笑，然后再一次的温柔的把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把走失的心领回到呼吸这个家。这个发现走神再拉回来的过程本身就是最核心的修行，它就是在锻炼我们心灵的肌肉。每一次拉回来，您的定力就增加1分，您的觉知力就敏锐1分。当您这样持续的练习下去，奇妙的转变就会发生。您会发现念头与念头之间的空隙会变得越来越大，那片心灵的天空会变得越来越清朗，您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细长，甚至有一天您会感觉到口鼻的呼吸好像完全停止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惊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境界，在修行中称之为习住。这代表着您的身心进入到了一种深度宁静、能量消耗极低的状态。您的身体不再需要通过粗重的口鼻呼吸来进行气体交换，而是开始启动了一种更高级的能量交换方式，也就是通过全身亿万个毛孔直接与宇宙的能量场进行同频共振。就在这个时刻，您就有机会亲身体证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那种虚静的状态。那是一种超越了所有语言描述的体验，它不是昏沉，不是无际，相反的，您的意识会变得像秋日雨后的晴空一样无比的清晰、明亮、通透。您的身体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完全消失。您会感觉到我的边界正在融化，您不再被局限在这个小小的血肉之躯里，而是扩散开来，与您周围的空气、光线、声音与整个宇宙融为了一体。庄子将这种体验称之为坐忘，坐着就忘掉了那个平日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小我，也称之为心斋，让您的心灵进行一次彻底的斋戒，洗去所有后天附加于其上的观念、情绪、记忆的尘垢，回到它最本初、最纯净、最圆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没有了时间的压迫感，没有了空间的局限感，更没有了我与世界的对立感，只有一种无边无际的宁静，一种无缘无故的喜悦，一种从生命最深处涌出的光明和温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体验是可怕的，因为当您真正体验过一次之后，您会发现过去您拼命追求的那些外在的财富、名声、成就，在这种内在的法喜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您生命的价值排序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重新洗牌。
您会真正的明白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其中的真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深度的虚静状态中，我们身体那潜藏的不可思议的自我疗愈能力会被启动到最大化。大自然中那股最根本的生命能量，也就是古人说的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会毫无阻碍的透过您那开放的身心流淌进来，去修复您受损的细胞，去平衡您失调的系统，去抚慰您内心的创伤。许多医学上都感到棘手的慢性问题，在这种深度的静定之中，都有可能发生奇迹般的转变。这就是打坐能够养生祛病最底层、最究竟的科学原理。当然，我必须坦诚地说，这种境界并非一触可及，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有耐心的去耕耘。但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在坐垫上那短短1小时的宁静和享受，那样的修行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将我们在静坐中千锤百炼所培养出来的这份定力和觉知力带回到我们纷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去，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才是活的修行。当您在厨房切菜的时候，您能不能清楚地觉察到刀与砧板接触的声音，觉察到手中蔬菜的质感？当您在跟您的伴侣、您的孩子说话的时候，您能不能放下心中预设的批判和期待，真正的去听懂他话语背后那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和需求？当您堵在车流中感到烦躁不安的时候，您能不能回到您的呼吸，在那个当下为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安住的锚点？当我们能够把这份活在当下的觉知融入到吃饭、穿衣、走路、工作的每一个瞬间，您会发现您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有质感。过去那些轻易就能点燃您怒火的事情，现在您或许只会淡然一笑，因为您看清了它背后不过是因缘的聚合。过去那些让您彻夜难眠的忧虑，现在您会发现它们多半只是您大脑编造出来的吓唬自己的故事。您的心不再像一叶随波逐流的小舟，而是变成了一片深邃宁静的大海，表面的风浪再也无法搅动您内心深处的平静。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大自在，也是佛家所说的心若不动，风又奈何的智慧。所以朋友们，请不要把打坐看成是一种与生活脱节的玄之又玄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最接地气、最务实的清理我们生命这个内在环境的方法。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每一位后代子孙一份最宝贵的身心安顿之法。它不需要您花费分文，也不需要您依赖外在的任何人或物，您所需要的只是给自己一点时间、一点耐心和一份愿意向内探索的勇气。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为您打开一扇窗，一扇通往您自己内心深邃世界的窗。如果您觉得有所启发，恳请您不吝为这支影片按一个赞，感谢各位的耐心聆听。我是看老师，愿我们都能在向内探索的路上找到生命真正的光明。我们下次再会。